你知道鳄鱼究竟有多凶猛吗？你觉得狮子跟老虎真的是鳄鱼的对手吗？鳄鱼作为地表咬合力最强的动物，它的真实战斗力其实一点都不逊色于狮虎。你知道吗？它是迄今为止现存最古老的原始生物。鳄鱼最早是与2亿多年前的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在大量的繁衍。它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在今天的视频里，黑土找出了地球上战斗力最强的10种鳄鱼，与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鳄鱼。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排名第10的非洲侏儒鳄，所以不要以为鳄鱼只会出现在地面，有时候树上也可能会有它们的身影。还有就是这种鳄鱼通常都是单独行动，一般情况下都是独自一个。好，排名第9，古巴鳄。古巴鳄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古巴帕萨塔沼泽的一种中型鳄鱼，它的体长在2米以上，体重160斤。目前发现最大体型的古巴鳄体长可达 3.5 米，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沼泽与湿地之内，主要也是靠捕食鱼类为食。古巴鳄生性凶猛好斗，它可能要比其他的大型鳄鱼更加危险。古巴鳄作为一种爬行动物，却有着多数爬行动物都不具备的特殊技能——跳跃。它可以将整个身体跃出水面来捕食树枝上的动物或者鸟类。除了这些，它的奔跑速度也很快。在陆地上，古巴鳄可以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快速奔跑。强悍的行动能力让古巴鳄可以选择的食物种类大大地扩大了许多。它不但可以猎杀水中的动物，同样也可以猎杀陆地上的动物。一般情况下，陆地上的动物只要距离古巴鳄不超过10米的范围，古巴鳄很大几率都可以成功猎杀它们。一般被古巴鳄盯上的猎物几乎都毫无生还的可能。它虽然体型不大，但是它一口咬下去就可以咬碎海龟的龟壳，咬合力相当强悍。如果换成人类，被它咬一下，基本上就是咬哪碎。它轻易的就可以撕碎我们的骨骼，特别危险。好，排名第8，马来鳄。它的全称应该叫马来长吻鳄。鳄鱼我们都知道，有的鳄鱼嘴巴就比较长，有的就比较短，短的被称为短吻鳄，长的也就附属上长吻鳄。像马来鳄这种就被称为马来长吻鳄。它的体型偏大，体长4到5米，体重可达400斤以上。马来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嘴巴，看上去细长细长的。它们分布在马来西亚，在我们国家的岭南一带，也就是广东、广西那边，曾经也出现过马来鳄，不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种长嘴鳄鱼性情十分凶猛狡猾，它们潜伏在泥潭、沼泽、湖泊以及河流中，特别是水流缓慢的河中，越是安静的河流区域，越是它们的理想栖息地。据观察发现，马来鳄并不是以鱼类为主食的鳄鱼，它们的食谱很广，人们在它的胃里发现有猴子、鹿、野猪、狗、鸟、蛇等等很多动物的尸体。除了这些，还有石子跟树叶，而且是普遍性的。由此可见，这个家伙的危险程度。如果在野外遇到这个体长5米的大家伙，即便是个成年壮汉，估计也很难逃脱马来鳄的大嘴之下。好，排名第7，沼泽鳄。在国外，这个大家伙被称为劫匪鳄鱼，单听名字就知道它绝对是一个狠角色。沼泽鳄分布于印度、巴基斯坦跟伊朗，它们的体长可达5米，体重400斤以上，属于一种中大型鳄鱼。这种鳄鱼的尾巴非常强劲有力，它可以用尾巴轻松地将一个200斤的壮汉撂倒在地。在它的活动范围内，它同老虎与亚洲狮同属于顶级掠食者。在老虎与沼泽鳄的打斗中，很难判断它们俩究竟谁占上风。如果在水里，沼泽鳄的胜算大；如果在陆地，老虎的胜算更大，各有所长。不过一般情况下，谁也不去招惹谁，因为他们各自都清楚对方的实力都很强。对了，还有一点就是，这种鳄鱼在伊朗被列为极危物种，发现捕杀这种鳄鱼的将会被处于1亿伊朗币的罚款。好，排名第6，美洲短吻鳄。它与美洲虎一样，都是美洲的顶级掠食者。美洲短吻鳄的体长最大可达 4.5 米，体重可达500斤以上。这个家伙的体长没有沼泽鳄长，但是体型要比沼泽鳄大。美洲短吻鳄是个凶猛的掠食者，在它们的活动范围内，除了人类，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它们大多数都生活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美洲短吻鳄是个不挑食的捕食者，基本上只要它们能抓到的猎物都会吃掉。一些体型较大的短吻鳄有时候也会捕杀陆地上的牛和鹿，甚至是体型中等的熊，都有可能成为美洲短吻鳄的猎物。导致它们这么强悍的原因，无疑就是它那高达 1.3 吨的咬合力。大多数的动物一旦被美洲短吻鳄一口咬上去，几乎都会当场丧命。多数情况下都是动物在河边喝水的时候，突然遭到短吻鳄袭击头部才丧命的。几乎没有任何陆生动物的头部可以经得住 1.3 吨的咬合力，更何况一旦被它咬到，它还会来个死亡翻滚，那家伙非常凶猛。
好，排名第5，恒河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之一，平均体长在4到5米左右，最大可达6米，体重可达500斤以上。它们主要分布于印度，特别是恒河。恒河鳄的头部看上去与马来鳄有些相似，都是比较细长。由于其锋利的牙齿和狭长的鼻子在水中游动起来几乎没有阻力，这些长嘴非常有利于捕鱼，而且捕鱼效率很高，鱼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每天在太阳温度高的时候，它们就会趴在水里为身体降温，等到夜晚和早上就会浮出水面，爬到海滩上。也就是说，夜晚的恒河流域是非常危险的。说起恒河，相信很多领导都有所了解，印象最深的就是印度人会将去世人的尸体点燃推进恒河里，有些没有燃烧干净的就会顺着河流冲到恒河鳄的身边，最后的结果就是被这些大型鳄鱼给消化掉。对了，还有一点，恒河鳄除了捕食鱼类，它们也吃腐肉。好，排名第4，黑凯门鳄。黑凯门鳄是短吻鳄科最大的物种，它的体长可达 5.5 米，体重最大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生活在危机四伏的亚马逊流域，同样，它们也是亚马逊流域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几乎可以捕食任何在其范围内发现的陆生动物与河岸动物。像一些大型猎物，有小凯门鳄、鹿、野猪，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蛇森蚺，都有可能成为黑凯门鳄的猎物。它们的进食方式则是整个吞下。对于一些体型较大的猎物，无法一口吃掉的，黑凯门鳄就会对其进行威力巨大的死亡翻滚，把肉从猎物的身上撕扯下来，再慢慢的吃掉。在整个亚马逊雨林，除了美洲豹有时候会去找黑凯门鳄的麻烦，绝大多数的动物都不是黑凯门鳄的对手。还有就是美洲豹猎杀的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的黑凯门鳄，如果是真正成年的黑凯门鳄，美洲豹是无法将其猎杀的。不仅如此，有时候美洲豹反而会被成年黑凯门鳄反杀。在整个亚马逊流域，黑凯门鳄绝对称得上是这里的霸主。好，排名第3，奥里诺克鳄鱼。这是一种大型的淡水鳄鱼，它们主要分布于南美洲哥伦比亚境内的奥里诺克河下游。奥里诺克鳄又名哥伦比亚鳄，它是西半球最大的鳄鱼，体长最大超过了5米。这种鳄鱼是一种极度濒危的鳄鱼，由于早期人类的过量捕杀，导致它的数量非常的少。在奥里诺克河，它属于顶级掠食者。据观测发现，它们会捕食凯门鳄等一些体型较大的猎物。由于其数量极度濒危，人们可以观测到它们的机会非常的少。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大型鳄鱼的战斗力绝对非常强悍，它们的寿命也很长，可以达到70到80年。好，排名第2，尼罗鳄。它是非洲最大的爬行动物，同样也是非洲最大的鳄鱼。尼罗鳄的平均长度为 3.7 米，最大体长可达6米以上，个别体重超过了2000斤。在非洲，只要是去河边喝水的动物都有可能成为尼罗鳄的食物，其中包括年幼的河马与大象，像一些羚羊、斑马、水牛更不在话下。任何动物一旦踏入尼罗鳄的地界，都有可能被它捕杀。当然，这也包括非洲草原的霸主狮子。一般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非洲狮与尼罗鳄很少会发生打斗的现象，因为双方都清楚对方的实力，除非到了食物短缺的时候，他们两者才会发生冲突。两者的战斗力不相上下，各有各的优势。尼罗鳄的咬合力在1吨以上，在非洲，像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斑马，甚至是幼年的大象，尼罗鳄都可以直接一口咬断这些大型猎物的骨骼，非常凶猛。除了在水中，即便是在陆地上，尼罗鳄的战斗力依然非常强悍。它们可以拖着重达1吨以上的身体，以每小时最快35公里的速度奔跑。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会死于尼罗鳄的口中的根本原因。它们攻击人类的主要原因都是出于自卫。在非洲，尼罗鳄经常会遭到人类的大量捕杀，目的就是为了它们身上的鳄鱼皮。在捕杀的过程中，避免不了遭到一些成年的大型鳄鱼攻击。一旦遭到它们的袭击，多数情况下对人类都是致命的。对了，还有一点没说，尼罗鳄作为冷血动物，性格必然十分凶残，但是它们却对一种叫做牙签鸟的小鸟非常友好。这种鸟经常会在尼罗鳄的身上找虫子吃，有时候甚至会进到尼罗鳄的嘴里，帮鳄鱼吃掉嘴里的水蛭。尼罗鳄也从来不会伤害它们。除了这些，这种牙签鸟还异常的敏锐，它们可以提前发现鳄鱼感觉不到的危险信号。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情况，这种鸟就会快速拍打翅膀来提醒尼罗鳄有危险。尼罗鳄接到牙签鸟的通知后，就会立即沉入水底，避免遭到攻击。两者相处得非常和睦。其实冷血动物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事物都冷血。好，排名第1，湾鳄。湾鳄也叫咸水鳄，它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名字，叫食人鳄。它是所有鳄鱼种类中体型最大的，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没有之一。雄性湾鳄成年后体长可达到7米以上，体重最高可达2吨。这个大家伙从2亿多年前就生存在地球上，一直到现在，它的外表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想当年，它可是和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动物。
湾鳄的性情非常凶猛，领地意识极强，它可以横跨1000多公里在水里游走，耐力也非常的出色。它们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以及印度、缅甸、越南，活动范围也非常广泛。和大多数的鳄鱼种类一样，湾鳄也是一个不挑食的掠食者。黑土说它不挑食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告诉各位领导，只要是能吃的东西，这个家伙几乎都会吃。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会讨厌我们人类。湾鳄食人事件层出不穷，最大的一次就是发生在1945年的兰里岛。在二战期间，日军被英国人包围，无奈撤退到沼泽地的红树林里过夜。殊不知那里是上万条湾鳄的栖息地，仅仅一个晚上，400多名日军几乎都命丧湾鳄的口中。这次事件当然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有些人认为这400多人可能不是死于鳄鱼的口中，而是另有原因，但是多数人则选择相信是遭到了湾鳄的袭击，因为他们确实踏进了上万条湾鳄的栖息地，即便他们手中有武器，也无法阻挡成千上万条大型湾鳄的袭击。由此可见，这些大家伙的战斗力可谓相当强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狼究竟有多可怕？你见过世界上最凶狠的狼吗？老话说，狼若回头必有缘由。如果我们真的招惹到狼，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今天黑兔找出了世界上10种最凶狠的狼，带各位领导一起走进狼的世界，认识一下世界上最大最狠的狼。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位列第10的阿拉伯狼，它是最小的狼亚种，体长72到78厘米，体重在30斤左右，体型甚至还没有普通的家犬大。这种狼生活在中东极度干旱的地区，是一种沙漠狼，它们能够适应炎热干燥的气候，耐性非常的强。不过由于体型不占优势，这种狼在当地经常会遭到当地农民的猎杀，原因是因为这种小狼经常会攻击当地农民的家畜。由于人类饲养的家畜不具备太强的攻击力，而阿拉伯狼作为一个体型较小的野狼，选择攻击人类的家畜应该是最容易得到猎物的办法。它们一般都是3、5成群，可以轻易的吃掉任何体型像山羊大小的家畜。对人类的小孩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成年男子的话，按理说应该是可以徒手制服这种小狼的。当然，这也包括正在看视频的你。不过制服他们之前，我们肯定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一点毋庸置疑。有一点一定要记住，狼是这个世界上最贪婪、最凶残的生物，无论它的体型大与小。好，排名第9，喜马拉雅狼。它们分布在喜马拉雅山附近和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多数人称它们为藏狼。这里解释一下，藏狼不单指喜马拉雅狼，还有其他不同种类的狼也被称为藏狼。喜马拉雅狼是生活在高原地区，体型比较小的一种，它们的体长1.1米，体重也就在70斤左右，体型还没有藏獒大。这样看来，1对1单挑的情况下，藏獒是有可能战胜喜马拉雅狼的。当然，狼与狗还是有区别的。喜马拉雅狼虽然体型不大，但是它却是当地牧民最强烈的对手。有人研究发现，喜马拉雅狼是高原地区最普遍的掠食者。高原地区地广人稀，很多牧民的牲畜就放牧在大草原上，几天都没有人去管，这恰好给了喜马拉雅狼机会。没有人在的时候，这些狼经常会去猎杀人类的牲畜，被他们猎杀的牲畜占高原地区牲畜总损失的60%，其次才是雪豹跟猞猁。大部分原因就是狼是群体行动，猎杀成功率要更高，它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山羊，有时候也会选择牦牛和马。千万不要以为它没有能力去猎杀牛马，要知道狼的团队协作能力非常强悍，真正的野生恶狼要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得多。好，排名第8，亚历山大群岛狼。这种黑色的狼生活在阿拉斯加东南端的森林，包括山地都有分布。它们是北美地区所有的狼中体型最小的。这种狼的平均体长1米左右，体重不到50斤。体型虽然不大，但是它们却有着出乎意料的战斗力。由于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区，这种狼群体活动的数量一般情况下会比较多。普通地区的狼群数量一般都在5到12只左右，而寒冷地区，特别是阿拉斯加这种极度寒冷的环境下，狼群的数量最多可以达到20只以上。这种黑狼虽然个体战斗力不太强，但是它们非常懂得合作。追捕大型猎物的时候，它们会轮流接力，直到大型猎物精疲力尽、反抗能力削弱的时候，它们才会蜂拥而上，一起向大型猎物发起攻击。懂得团队合作的它们，即便体型还不到1米，但是它们依然可以猎杀比它们体型大1倍的黑尾鹿，而且食量惊人。
据估计，一头亚历山大群岛狼平均每年就要吃掉26头这种鹿。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奔跑速度，这种黑狼在追逐猎物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5公里，并且耐力惊人。排名第7，蒙古狼，也叫中国狼，不过更多的人叫它们藏狼。我们上面说的喜马拉雅狼虽然也叫藏狼，但是它们一般只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跟西藏，而蒙古藏狼的分布范围包含了新疆、西藏以及蒙古，几乎遍布了整个西部地区，所以真正意义上它们才属于藏狼。蒙古狼是灰狼的亚种之一，它们的体长可达 1.5 米，不过体重一般不会超过60斤。藏狼的狼群制度非常严厉，在夏季的时候，有对象的狼两口子会在一起捕猎，而单身的藏狼会出现独自行动。虽然是单身，但是每头狼的背后都有一群狼当它的后盾。单身狼如果碰到棘手的猎物，就会通过嚎叫去联系自己的狼群支援。如果到了冬季，它们绝大多数都会集合成5到12只的群体在一块生活。在狼群中，只有狼王跟狼后才有生育的资格，没有狼王的允许，其他的狼是不允许生育的。还有就是狼群与狼群之间火药味是非常重的，他们不允许外来的狼群进入到自己的领地范围内，一旦发现就会将其他的狼群驱逐出去。狼王对狼群的成员数量控制的也是极其严格，即便是自己群体里生下来的小狼，等到2岁完全成熟之后，也有可能被狼王踢出狼群，因为狼多肉少，心不狠，就无法在严酷的自然法则中生存下去。好，排名第6，北极狼，也叫白狼。听名字就知道它们生活在北极，它们的栖息环境对我们人类来说可谓是相当的恶劣。北极狼活动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并且每年都要经历长达5个月的黑暗环境，将近半年的时间它们会完全看不见太阳，黑暗里，这也导致人类对北极狼的了解知之甚少。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北极狼不惧怕人类，它们的攻击性极强，战斗力也非常强悍，它们可以猎杀体型庞大的射牛，而且是以射牛为主要食物来源。从北极狼的栖息地与食谱中不难看出，它们属于一种非常凶悍的狼。能在北极这种极度寒冷环境下生存下来的动物，通常情况下都是具有较强的攻击力的。到处都是冰天雪地，食物稀缺，还是那句话，越是贫瘠的地方的动物越是危险。好，排名第5，台原狼。台原狼也叫西伯利亚灰狼，它们分布于西伯利亚的北极圈。西伯利亚狼的体型比较大，从鼻子到尾巴的长度可以达到2米，非常凶猛。至今为止，在一些地方，西伯利亚狼依旧被当地人当作害虫猎杀。原因是这种狼过于危险，它们的集群活动数量比较惊人，狼群最多可以达到35头以上，最少也是10几头在一起晃悠，对人类的威胁很大。如果在野外碰到西伯利亚狼群，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这些恶狼有时候可能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如果1-2个人面对面碰到它们，即便手里有防身的武器，也不一定能吓跑10几头恶狼组成的狼群。西伯利亚狼的食物主要也是以射牛、驯鹿为主，有时候它们也能够猎杀野牛。千万不要小看狼的捕猎能力，要知道卢虎难敌群狼这句话并不是吹的。好，排名第4，北洛基山狼，它是灰狼最大的亚种之一，它们活动在洛基山脉。这种狼的体重可达130斤以上，它们的主要捕食对象是野牛。注意，是主要捕食对象，也就是说它们经常会猎杀野牛，而且是北美的野牛。要知道，北美野牛的攻击力是非常强悍的，即便是一头成年老虎都不一定能100%将一头野牛猎杀，而北洛基山狼就有这个实力。当然，狼是靠群体作战，并不是个体。北洛基山狼以野牛这种大型动物为食的主要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去冒险捕杀野牛，因为在洛基山脉附近几乎没有可供他们填饱肚子的猎物。这种狼的食欲极大，一只狼一天吃的食物就占它们体重的10%到20%，也就是说，它们一天就需要吃到10到30斤的肉。像一些小型的猎物根本满足不了它们。当食物短缺的时候，北洛基山狼还会出现同类相食的现象，它们会将狼群中最虚弱的成员吃掉，来维持其他成员的存活率，非常残忍。好，排名第3，欧亚狼。这种欧亚狼的活动范围遍布整个欧洲，在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欧亚狼杀死人的记录。这种狼体长可达 1.6 米，体重约160斤，它们的适应能力极强，无论是冰天雪地的冰原，还是荒无人烟的荒漠，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足迹。在早期的欧洲，很多国家都会组织专业的灭狼队去猎杀欧亚狼，因为它们对人类的迫害太大，咬伤或咬死人类的事件层出不穷。除了威胁到人类，它们对牲畜的危害也很大。但是2018年在法国估计就有1万多只农场动物遭到欧亚狼的袭击而丧生，非常的凶残。
欧亚狼把狼的本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贪婪、凶残、可怕。不过狼再怎么凶残，也比不过我们人类。当人类有了猎杀欧亚狼理由的时候，便开始对它们进行大量的捕杀，从而更方便地获取到它们的皮毛。在有些地方，欧亚狼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排名第2，阿拉斯加内陆狼，也叫玉空狼，它属于北美灰狼。这个家伙的体长可达 1.8 米，体重也将近200斤，体型非常大。它们活动在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内陆。玉空狼的主要捕食对象是驼鹿。驼鹿是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一只成年驼鹿可以给玉空狼带来1000斤以上的食物，够狼群吃2到3天。玉空狼的狼群一般都在7到9只左右，有时也会有15只以上的狼群，不过它们通常不会超过9只，因为猎杀一次驼鹿只够7到9个成员吃2天，如果再有多余的成员，食物就会不够维持，失去平衡。所以说狼这种动物可能是除了人类以外最聪明的一种动物了。好，第1名，加拿大森林狼，它也叫西北狼，你也可以叫它北美灰狼。毋庸置疑，北美灰狼是目前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狼。解释一下，北美灰狼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物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加拿大森林狼，它是北美地区最大的灰狼亚种。这种狼的体长最大可达2米以上。北美灰狼的性格和大多数的狼一样，天生好斗，凶残之极。北美灰狼的狼群也是由5到10只组成。野猪究竟有多可怕？你见过可以单挑老虎的猪吗？你知道野猪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有多恐怖吗？你知道吗？在动物界，野猪其实与狮子老虎一样，也属于大型野兽。它们其实是一种破坏性极强的凶猛动物。在全世界，单是野猪的种类就超过了几十种，其中有一些野猪的体型甚至都可以与狮子老虎这种大型野兽比肩，非常威猛。每当夜幕降临，规模庞大的野猪群就会出门觅食，在这期间，即便是老虎这种大型野兽也不敢轻易的去招惹它们。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最凶猛的8种野猪，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低调的猛兽。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8个，西湍。这是一种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种类似猪的有蹄类哺乳动物。之所以说它类似猪，是因为这个家伙虽然看上去像猪，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猪科动物。西湍就是西湍科的动物，不过在当地人们也都普遍把这种动物称为野猪。成年的西湍体长最长可以达到 1.3 米，体重可以达到80斤。这个家伙外表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可怕，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颇为凶猛的家伙。西湍与大多数野猪一样，同属于杂食性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以植物为主，有时候也会捕食一些小动物。在西湍的嘴里长有尖锐锋利的犬齿，它们的这种獠牙与大多数野猪不同，西湍的獠牙短而直，而绝大多数的野猪獠牙都是比较长而弯曲的。这种短而直的獠牙可以帮助它们更容易的刺进或压碎各种坚硬的物体，杀伤力相对较强。这些犬齿正是西湍最强有力的攻击性武器。除了獠牙，在它们的背部还长有能够分泌刺鼻液体的臭腺，每当遇到敌人，它们就会利用背部的臭腺向外排出刺鼻的液体进行驱赶，同时还能够通过气味召集其他的西湍一起对敌人进行反击。最可怕的一点就在于，虽然它们并不会主动向人类发起攻击，但如果一旦受惊，它们就会利用嘴里那锋利的犬齿对我们进行疯狂的撕咬。如果不幸遇到一群暴躁的西湍，很有可能会有致命的危险。好，第7个，鹿豚。这是一种长相相当可怕的猪科动物，它们分布于印度尼西亚，多数都栖息在一些热带雨林中，以及活动在一些沼泽地附近。鹿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头部的4枚獠牙，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们鼻子上方的獠牙是从脸上长出来的，而并不是嘴里。实际上，脸部突出的这2枚獠牙与嘴巴里突出的獠牙一样，都是从嘴里长出来的。由于特殊的身体构造，导致它们的上獠牙会向上生长，最终穿透了脸部，才导致变成这副模样的。这种现象仅发生在雄性鹿豚的身上，雌性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它们的上獠牙主要用于防御，下獠牙才是它们的攻击性武器。这种长相奇特的动物仅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维西岛附近，并且数量稀少，极其罕见。成年的鹿豚体长可以达到1米以上，肩高可达8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200斤。看上去虽然比较笨重，但实际上它们非常灵活。鹿豚的奔跑速度很快，它们可以以每小时40多公里的速度奔跑，并且还具备游泳的能力。它们有时会游过岛与岛之间的海峡，到其他岛上寻找食物。在它们的栖息地内，这家伙几乎没有天敌。它们与绝大多数的野猪一样，也是杂食性，主要以一些植物以及小型动物为食。对了，再有就是鹿豚的獠牙会持续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如果不磨牙，
则有可能会被自己的牙齿穿透自己的头骨，从而自己杀死自己，非常危险。好，第6个，疣猪。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野猪，共有2个物种，一个是非洲疣猪，另一个是荒漠疣猪。非洲疣猪喜欢相对温暖的气候，而荒漠疣猪则更适合极端干旱的环境，两者的整体特征都大致相同。从它们的栖息地不难看出，疣猪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足够凶猛并且生存能力很强的物种。要知道，在非洲有狮子、豹子、土狼等等各种肉食性野兽，疣猪与这些食肉野兽生活在同一块大陆，自然也避免不了经常要与这些食肉野兽碰面。如果没有一套抵御敌害的技能，是很难在这里生存下去的。成年的疣猪体长可达 1.5 米，身高可达 0.85 米，体重可达300斤。它们的嘴里长有4颗巨大且锋利的獠牙，这家伙的上獠牙最长可达64厘米，并且向两侧弯曲，嘴里巨大的獠牙就是疣猪最具杀伤性的武器。像一些经验不足的豹子，在捕杀疣猪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被疣猪的大獠牙刺伤，甚至刺死。即便是狮子，有时候也会被疣猪的獠牙刺得遍体鳞伤。再加上这家伙本身就是一种好斗的动物，大体型，够凶猛，并且防御性还强，所以多数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非洲大陆上的食肉野兽并不会轻易的去猎杀疣猪。对了，再有就是疣猪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够在数月没有水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存活的猪，生存能力极强。第5个，红河野猪。红河野猪也被称为西非丛林猪，这种猪分布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西部和中部，它们通常喜欢栖息在雨林或者沼泽地区。这种猪的体长可达 1.5 米，体重接近300斤。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颜色，红河野猪的毛色比较丰富，体色变异较大，与其他的野猪相比，相对容易分辨。这个家伙看上去貌似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威胁，但千万不要忘了，它是野猪。红河野猪的性情凶猛，具备很强的冲击力，并且在它们的嘴里同样也长有发达的犬齿。作为杂食动物，在野外除了吃一些农作物以及植物，它们偶尔也会去捕杀其他的小动物。在发起攻击的时候，红河野猪会同时按下额头，利用它们的獠牙对着敌人的头部猛刺撞击。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当它们走投无路或者受伤的时候，极有可能会鼓起勇气对敌人玩命的发起攻击。这主要就是针对捕杀它们的猎人或者其他掠食性动物。它们的天敌主要就是人类，其次就是豹子、狮子以及斑鬣狗这些掠食性野兽。好，第4个，假面野猪。这是一种生活在东非和南部非洲森林里的一种野猪，它与上面的红河野猪同属于非洲野猪属。成年的假面野猪体长可达 1.5 米，体重可达300斤。雄性假面野猪的嘴里也长有非常锋利的犬齿。这种猪昼伏夜出，白天通常都躲在一些草丛中睡觉，到了夜晚才会群体出动觅食。它们的性情非常凶猛，在觅食期间，它们会利用自己的面具和大声的噪音威胁步入它们领地的其他动物。如果人类在这期间不小心踏入到它们的领地，很有可能会引来多达10几头假面野猪的群体围攻，非常危险。它们主要以植物的根基、种子和一些坚果为食，有时候也会捕食鸟类以及一些小型动物，特别是农作物。在非洲当地，这种野猪对农作物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它们经常会破坏人类种植的土豆、玉米以及蔬菜，给当地农业带来很大的困扰。也正是因此，这种猪在当地被允许猎杀，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当地人还专门组织定期捕杀这种野猪，以减少对农作物的损坏。好，第3个，须猪。这是一种分布于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一种野猪。须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大身小，脸上长有独特的白色毛发，看上去像是长着胡子一样。也正是因此，人们才将其称为须猪。须猪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 1.5 米以上，体重可达300斤以上。它们经常活动在一些热带雨林和红树林附近，属于群居动物。一般情况下，它们多数都是集群活动。须猪群的数量最高可以达到200只以上一起活动，规模相当庞大。作为杂食性动物，它们的食物与绝大多数的野猪一样，都是以植物和小型动物为食。但由于须猪的栖息地距离海岸相对较近，有时候它们也会出现在海岸沿线，寻找死去的鱼为食。更让人意外的是，据观察发现，须猪经常会跟随当地的猕猴一起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猕猴摘果子的时候吃猴子掉在地上的果实。毕竟须猪这个大家伙上不了树，想要吃上新鲜的果子，跟随猴子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再有就是须猪的危险程度，虽然它并不属于掠食性野兽，但它仍有可能给我们带来致命的伤害，因为须猪的嘴里也长有尖锐的獠牙，在遇到威胁时极有可能会奋力反击。要知道，野猪有很大的蛮力，在野外如果被它用力撞一下，对于人类来说是相当危险的。第2个，欧亚野猪。欧亚野猪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野猪。这种猪原产于欧亚大陆，它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之一，也是分布最广的猪型动物。在全世界，欧亚野猪共分为20个亚种，其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是乌苏里野猪。
这种猪的体型庞大，它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500斤以上。随着地区不同，它们的体型大小也会有所差异。欧亚野猪的环境适应性极强，它们可以生活在干旱的半沙漠地区，也可以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这个家伙的食性很广，在野外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它们几乎都吃。再有就是它们的凶猛程度，多数人可能很难相信，野猪也具备杀死老虎的能力。你知道吗？成年的大型欧亚野猪的表皮非常坚硬，它的鬃毛和表皮上都涂有凝固的松脂。野猪在外活动的时候，遇到松树后，就会将身体靠在松树上蹭。目的就是为了让树上的松脂粘合在自己的鬃毛和皮肤上，等这些松脂在身体上凝固后，就可以帮野猪抵挡蚊虫的叮咬，也可以用来抵御大型野兽的袭击。随着时间越长，身上的松脂越厚，防御性也就越强。据说有些体型较大的野猪，猎人用猎枪也射不透。再有就是之所以说它有能力干掉老虎，主要就是借助于它自身极强的防御性以及巨大的体型。要知道，一些成年的大野猪的体型甚至都能够赶得上老虎。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老虎猎杀野猪，但确实有极少数的情况，野猪出于自卫也能够将老虎反杀。在野外，多数情况下，老虎是不会轻易去招惹这些体型较大的野猪的。好，第一个，大林猪。大林猪也叫巨型森林猪，它是猪科中体型最大的野生成员。这种野猪原产于非洲，主要都栖息在中非的一些山地森林中。它的体长最长可达 2.1 米，肩高可达 1.1 米。体重最重可达550斤以上，整体体型甚至比一些雌性狮子还要大。这个家伙的脾气相当暴躁，它们群体之间具有很强的领地性，一旦有其他动物靠近它们的领地，大林猪就会被激怒。发怒时，它们颈部的鬃毛就会竖立起来，做好随时进攻的准备。在它们的嘴里长有长达30厘米的獠牙，这些獠牙非常坚固且锋利。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它们会从大约20多米开外的距离进行冲刺，利用头部狠狠地撞击敌人。这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与其他野猪不同的是，雄性大林猪有时候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起攻击，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主动招惹它们，这个家伙也有可能会主动向我们发起攻击。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雄性大林猪为了保护它们的幼崽，才会主动攻击周围一些可能威胁到它们的人或动物。对了，再有就是这个大家伙是一种以植物为主食的食草动物，虽然有时候也吃腐肉，但是它们的绝大多数食物来源都是吃草。还有就是它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惯，大林猪群在排便的时候会有一个固定的地点，猪群会统一将粪便排放到同一个地方，非常讲究。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